Hello，大家好，我是六花洛卡，欢迎来到塔罗的阅读时间，这里是六花堂。今天为大家选读的题目是：停滞不前的感情会有进展吗？这一次的卜算适用于暧昧中、单恋中、冷战中、远距离分离的，或是各种不明朗的恋情。为大家准备3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飓风葡萄的忍者软糖，还有男人的卡牌。第二个选项是弹珠汽水、忍者软糖，还有房子的卡牌。第3个选项是苹果裸藻、忍者软糖，还有渡鸟的卡牌。这边特别提醒一下各位，雷诺曼牌的这男人的卡牌，它其实不一定是代表男性，基本上就是代表对方的意思。OK， 好，那请大家用直觉选择一张卡牌或是一种口味的软糖。如果有复数以上都觉得很在意的朋友，都听听看，然后截取跟自己比较有共鸣的部分。如果大家喜欢六花堂的频道内容，欢迎帮我按赞、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或是留言给我，我会尽快回复大家。也特别感谢用超级感谢回馈给我的朋友们，六花继续努力。那我们开始吧。OK， 我们来到第一个选项，选择飓风葡萄忍者软糖和男人卡牌的朋友。现在目前你停滞不前的感情，会不会有进展的可能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哦。OK， 我们先来看一下对方现在的一个现状。接下来是他的这张是他的感情现状。接下来是他的一个整体而言的一个状态。那工作、学习的部分，或者是事业，目前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呢？好，我们今天可能会比较深挖一些哦。好，接下来来看一下他的内心，目前他对于你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想法跟感觉？
以一口气把所有的牌都抽出来，我们再一起解说。接下来我要来看的是你们有没有进展的可能性。还是会因此这段感情就消失了呢？OK， 那接下来我要看你们近期的一个未来会是以什么样子的方向，感情会以什么样子的方向去走？来看一下。放这边好了，这是你们未来的一个走向。好，最后给你们2个人，或者是给你一个建议。没有位置放，我放这里好了。虽然它有点出框，好，不过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这个牌先放这 ，OK。OK， 我们来解牌吧。首先来看一下现在的一个现状哦。OK， 我觉得他现在，就感情的部分，我觉得他是有在缓慢的、确切的有在行动。我觉得他最近感情是有在努力，想要做些什么的。然后，就整个氛围跟能量场来讲，我觉得是顺利的。OK， 但是呢，他现在的一个生活状态，我觉得他有点在逃避现实，或者是有点在麻痹自己。就他可能生活并没有很顺心，那工作的部分或者是学业部分可能是比较辛苦的一个状态，但是他可能就有点无视这个部分，然后也没有特别想要去改变或者是调整他的工作学业的方向这样子。那他的生活其实我觉得是有点比较没有方向或是比较辛苦的一个状态哦。就没有很开心，然后而且是迷惘的，然后自我麻痹的感觉，好像在逃避些什么。但是我觉得他
在感情上面是有在行动的，有在努力的。OK， 我们来看，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对你目前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哦。我觉得他现在目前面对你是一个蛮认真、蛮真诚的一个状态，而且我觉得他应该最近是有对你有展开一些行动的，例如说，约你见面啦，然后或者是约你喝个咖啡啦，或者是有主动跟你联络，因为这是魔杖骑士，那魔杖骑士是代表一个行动力，而且他的内心其实是对你是很真诚的，然后而且虽然感觉会比较不太会说话，或是不太会表达，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可以真切的感觉到他对你的重视，然后你会有感觉他对你是有行动的。那这边我觉得依照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因为有些人可能就是有行动，就是你知道，就是大开大合，就直接就冲到你面前，然后就是约你要一起去玩或什么的。但是有些人可能就只是一封问候的短讯，这边你可能要稍微去观察，并且去想一下你的对象他是什么样子的个性哦。那总之，我觉得他是有行动的，有往你那边前进，然后是真诚而且认真的面对你。那这张钱币4倒着啊，我会觉得他最近的行动是蛮鼓起勇气的耶。我觉得他是蛮鼓起勇气，而且我觉得他应该是有把一些可能他的顾虑，或者是他原本可能觉得这样子不好啦，或者是一些他自己设限的一个东西，我觉得他最近打破了它，然后他决定就是要对你展开一些行动。就我觉得他有一点打破自己的规范的一个感觉，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你的对象会不会是，我总觉得你的对象会不会是可能年纪比你小，或者是他可能内心是比较比较起你而言，可能是比较年轻的感觉，或者是比较孩子气的感觉。因为你看，这边是骑士，圣杯骑士，那这边是魔杖骑士，然后这又是随从，这也是随从，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人应该是年纪比你小，或者是他可能在一些社会经验上面，或者是人生经验方面，可能没有那么的这么丰富的一个人。那可能比较孩子气，或者是有一些想法是比较稚嫩的，我会这样觉得。然后他应该是本来考虑很多的一个人，就是想很多，可是却没有动作。可是他最近有打破一些他自己的束缚，然后决定要有一些行动，这样子。而且我觉得他面对你是很真诚的，只是我觉得他可能表达方式有点不是那么的聪明，不是那么的确切，有时候可能还蛮难懂的。OK，
我们来看一下你们两个之间，接下来会不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进展？就这段感情，就目前而言，有没有进展的可能哦？OK， 我觉得你们两个可能在短期之内应该是不会有进展。就是他会有所行动，然后后面这边感觉也会有一些新的展开，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的关系并不会因此而确立，或者是现在的关系不会因此被打破，然后进入下一个阶段。那如果是暧昧中的话，我觉得你们还是就是会保持着暧昧的关系。那单恋的话，就是可能还是朋友的一个感觉。那如果是冷战的话，就是还是可能有一搭没一搭的。就是例如说冷战的话，就例如说他会买东西给你吃，或是可能会有些邀约，但是实际上你们要完全打破这冷战的一个情境是不可能的。OK， 就短期，就是应该怎么讲？就是以目前这个塔罗看得到的一个未来是好像没有的，就在一个关系的改变上面是不会有改变的。那如果是远距离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持续有一段距离，你们两个。OK， 那我觉得你们还是持续的不安，然后没有进展，然后如果还没有开始交往的话，就是还是保持着没有说破的一个状态。那冷战的部分呢，或者是远距离的部分，我觉得就是僵持这样子，僵持的一个状态。那这次的卜算结果大概会持续多久？大概就是3到6个月。我觉得这看起来感觉会让我有1年，将近1年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应该6个月再多一些哦。因为3个都是倒着，而且都还蛮感觉能量还蛮强的，所以我觉得你们可能还会再僵持一段时间，或者是保持现在的关系好一段时间，就是你要有心理准备啦。OK， 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你们两个人近未来的一个发展哦。但是我觉得虽然你们没有把关系说破，或者是你们还是会持续僵持不下，但是我觉得你们会，我觉得会慢慢的会有一点点的改变，因为世界在这边，所以但是也会有这种就是纠葛或者是内心打架的感觉，所以我会觉得你们可能会，例如说暧昧的话，就是彼此还是就是叠对叠，然后有时候看不清对方，可是有时候又觉得非常心意相通。那如果是单恋中的话，你就觉得那个高低起伏很大，就一下子会觉得他应该是真的有意思，那一下子怎么好像他又没有任何的讯号的感觉。那如果是冷战中的话，可能你们又会有时候好，有时候又吵。那远距离的话，可能就是联络，有时候可以彻夜讲电话，可是有时候突然又找不到人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就整体而言哦，你现在的一个不安，或者是一个僵持不下，或者是一个内心感觉就是有点郁闷的部分，我觉得是可以得到改善的。然后我觉得他也有在努力的想要行动，或者是想要表示一些他的心意。我觉得其实状态会比之前好，而且越来越好，只是要完全改善是没有的，就是完全打破这个僵局，这个现状是没有的。但是你们两个的感情会变好，应该说好的时候很好，那不好的时候可能找不到人或者是又吵架了。
和之类的，但是整体而言比较不会那么的糟心。好，那给你一个这段感情的建议，就是要怎么样才能撑下去啦。出现了女帝，那我觉得你就是必须第一个你要做自己，你不要因为他，然后你知道被也不是耍的团团转啦，就是你不要因为他的一些情绪，因为他的一些状态，然后你就是自己慌了手脚，或是你自己就不做你自己该做的事情。我觉得你把自己稳住，然后做好自己的事情，把自己整理好，把自己的梦想持续的去实现。那我觉得这个对你来讲是最好最快的一个方式，就是成就你们两个这段感情的一个最好的方式。那我会觉得还会再撑好一阵子，因为这个宝剑6其实跟这边意思是一样，就是你自己要有心理准备，这段感情不会那么快有结果的。那你们的冷战不会这么快就好的，远距离也不会这么快就都可以在一起。好，但是我会觉得，如果他有任何的行动，他有任何的给予，我觉得你就收下，你就答应，就是也不必要拒绝他，或者是例如说故意吊着他，故意就是那他如果没有回我讯息，那我下次我也不要回他讯息。他没有接我电话，那我下次我也不要接他电话。就是不要耍脾气啦，你这边不要耍脾气，然后你不要因此而变得傲娇这样子，或者是把事情弄更复杂了。就是我觉得你这边可以直率一点，这样子 ，OK？ 好，我很想要再加码看一张，他到底有没有想要跟你在一起呀？好想知道，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他心里面有没有想要跟你有一个好的结局？那冷战中的话，就是到底有没有想要真的跟你和好如初？那在他的心里，到底有没有你们两个的未来？这样子好了。这么没自信啊！等我一下哦。好 ，OK。来跟你们讲解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好像很没有自信诶。他是想要跟你开始，他是想要跟你确立关系的。可是第一，他没有自信，我觉得这可能牵扯到他最近的一个状态并不是很好，就是他可能工作或者是学业，或者他自己的生活，可能现在目前状态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状态，所以他没有自信能够给你带来幸福，他没有自信给你一个好的未来。然后，我觉得他也会觉得自己可能会比不上你周遭。如果你有其他追求者，或者是有其他就是暧昧的对象之类的话，他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能够比得上其他人的那个实力。然后，而且我觉得他其实有点气自己耶。出现这张，我总觉得他有点对自己有点生气，就是自己怎么会那么的，感觉什么都不是这样，感觉自己什么都做不好，或是感觉自己撑不起一片天，他觉得其实是蛮不甘心，蛮气自己的。那这一张我觉得是他目前还想不到自己能够给你带来什么样子的愿景。
另外还有一种解释就是，如果你们两个其中一方是有家庭，是有小孩有家庭的，那我觉得，他会觉得如果你们只要一开始，你这边的家人或是他那边的家人可能会有一场革命，那可能哪一边的家人就没了，哪一边的家庭就没了，所以他不敢。OK 吗？所以他会第一没有自信，许你一个美好的富裕的未来。那第二个就是他现在想不到怎么样子一个愿景。那再来就是有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如果当你们两个是不被家人允许的，就是无论如何家人都不愿意你们两个在一起的。对，这也有可能，例如说是同性的伴侣。还没有跟家人公布的，也有可能就是当你们在一起了，那可能确立关系的可能会怕被家人发现或是什么的，那也有可能因此却步。然后再来就是刚我讲过的特殊情况，就是当你们两边其中有一方是有家庭的，那有可能会因此失去或是害到对方的家庭没了，那这对他而言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却步的理由。但是我可以跟你说，他在心里深处是非常非常想跟你开始的，他是想要确立关系的，非常。可是他有好多考量，好多考虑，就像我刚刚讲的，我觉得他应该内心其实应该是想很多的一个人。我觉得他内心想很多人，而且我觉得他是真的有在考虑你跟他之间的关系，所以他才想这么多。但他最近不知道怎么了，就是可能决定勇敢一次，还是决定怎么样，不知道。但是他最近突破了他的那个枷锁，他其实有对你展开行动。我觉得你应该可能想一下，你应该知道是什么。而且我觉得你应该是有感受到的。OK， 好。那我觉得你就是可能有长期战的准备吧，就变成说可能长至6个月以上，或甚至1年，你们可能这段关系都不会有所改变。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会越来越好。那我觉得这个就靠你们两个彼此的努力吧。那你这边就是直率一点，然后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因为他的事情自乱阵脚。那他的部分，我觉得他其实，我感觉他是有在走向行动的这个方向，所以我认为是好的。那，对，我刚才没有讲，如果是冷战的情况哦。我觉得如果是冷战的情况，我觉得他自己可能有一点他自己固执的点，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错的地方啦。他自己知道错，他自己知道他自己好像站不住脚，可是他不愿意承认。然后同时之间，我觉得他应该是蛮爱面子的人，就是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好的未来，没有办法以一个好的态度去跟你沟通。他其实内心其实蛮纠葛的。就是面子拉不下来，但是他是想要跟你和好，但他就是我不知道，就是那个面子拉不下来。然后可能你们之间也有可能，因为倒着钱币史嘛，说不定就是有一些各种问题，那也有可能会牵扯到一些经济啊，或者是牵扯到一些金钱的问题，让他更拉不下脸，就会有这种感觉。那这张 key card 是 man， 那 man 我们有说过，就是在雷诺曼牌里面呢，它其实代表对方，就不只是代表男性。那我会觉得今天 key card 出现这张就代表你就等他吧。我觉得等他自己内心的纠葛，然后自己呢可能爱面子的部分，或是各种
种种他内心的小剧场，我觉得他自己总有一天，我觉得他是可以自我突破，就跟之前那一瞬间一样。那再来就是，我觉得他目前他自己的生活跟他的事业、学业什么的，可能还没有很稳定，或者是可能有些状况。那等到他这个部分解决了之后，我觉得他也许更有心力的可以去面对你。所以现在的关键是他，关键在他。那你需要做的就是你直率的去面对这段感情，面对他，然后做好自己，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就可以了，然后等他。OK， 那这也代表就是，如果你想要联络他，你就联络他；那你想要跟他约，你也是可以跟他约，这样子。只是不要想着可以怎么用力把这个关系给突破，或者是把这个状态给打破，就是你不要这样想。决定权我们放在他身上。那现在重点是他那边有一些状态，他没有办法调整好他自己的内心状态，我觉得。那就等他时候到了，一切应该就会顺了，只是可能是要等到半年或是1年后咯。OK， 好，现阶段是这样子啦。但是因为你们有出现恋人牌倒着嘛，那六花有说过，就是只要这个牌有出现，就代表它能量是有的。也就是说，我觉得其实你们两个其实现在你们多多少少知道对方的想法跟对方的心意啦，那只是就关系没有确立这样子。但我觉得有时候这种情况反而我觉得会比较浪漫六花觉得，因为当你确立关系之后，其实很多的就像这边啊，就是你的责任，然后一些现实面的东西就全部都跑出来了，那感情就会变得沉重，然后变得要顾虑的东西就变更多了。好吧，那无论如何，我们每个阶段我们都好好享受，好好的去珍惜。那祝福你哦。OK， 那我们今天第一组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OK， 我们来到第二组，选择弹珠、汽水、忍者软糖和房子卡牌的朋友，目前你停滞不前的感情会有进展吗？我们一起来看看。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现在的一个现状，先看他感情的一个现状。接下来是他的一个整体的状态，生活啦，或者是其他家庭相关的。好，然后是工作、事业、学习、
上面、课业上面的一个状态。OK，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他现在目前对于你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想法，跟抱持什么样子的一个感情呢？再出一张补充牌。好，那接下来是这段感情，目前不明朗、暧昧不明的一个感情状态，也有可能是单恋、冷战，或者是远距离。都有可能。那之后有没有进展的可能性？选项一也是出现了恋人倒着。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近期、近未来的感情状态，你们的感情会以什么样子的方向去发展呢？这一张我再出一个补充牌。OK， 好，那最后我们请宇宙给我们一些建议，关于这段感情如何做才能够顺利呢？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直接就选第二组，但是算到这边，我觉得有一种恐怖的呼应感，因为选项一里面这个位置是女帝，然后这个位置也出现了倒着的恋人，所以就是有一种惊人的相似之处。我先放这里好了，放这里好了。OK， 我们来讲解吧。那在讲解之前，要先跟各位说声不好意思，因为刚才我录到一半的时候，手机没电了。那所以我途中
因为我不知道我录到哪里了，那所以我就干脆全部再重新的跟大家讲解一遍。那所以我刚才到途中开出来的牌，我就不再另外抽牌了，就保留刚才抽牌的内容这样子。那 OK， 那我开始解说了。但在解说之前啊，六花的警告又要来了。如果你今天不想要听一些刺耳的东西，然后你不想让自己不开心，或者是你现在的状态不是很好的话，那请听六花的，先转台，或者是先选择其他的选项，好吗？那等到你比较能够听一些不想听的事情的时候，你再回过头来听我这个解说，可能会比较好一点。OK 吼，好，那我要开始解说咯。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现在目前的生活状态，我会觉得他是目前是一个比较平淡，然后比较消极的一个生活模式。然后不会想要去追求什么梦想，不会想要去追求什么卓越，每天只要固定的保守一些生活的规律，然后普普通通的过，他就觉得 OK 了。当然在工作上呢，我会觉得他目前对自己是比较严格的，比较追求效率的一个态度，工作上或学业上。那我会觉得他现在的一个状态，在工作学业上面，我觉得状态是好的，只不过可能会有点神经紧绷的感觉。就可能例如说给自己压力比较大一点啦，或者是可能这一阵子比较会需要忙这样子。那如果你吵到他，或者是平日火气会比较大一点的感觉，然后会讲话会比较冷一点这样子。那接下来他的感情状态呢？因为我刚有看一下，就是他现在对你的一个态度。那他现在心里对你的态度跟这张其实相反的，所以我这边我就可以判定一件事情，但是我要分两个不同的，就是两组不同的关系来跟大家解说。我先讲第一组，你们现在目前的关系是暧昧中或单恋中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会觉得你现在算的这个人，他可能有另外一半，或者是他另外有喜欢的一个人。那这个人呢，他们目前的关系是处得不错的。OK， 好。那我觉得他现在的状态会是有点想要回归原本的一个轨道的感觉。如果你们两个之间是某一边是拥有家庭，或者是有一些比较没有办法突破的一些关系的话，那我会觉得他可能目前是比较回归原本他的生活模式，跟回归他原本的感情轨道的。OK 吗？好，那第二种呢是，如果你们是冷战中，或者是远距离的，目前正在分离的一个状态，那我会劝你要小心。我会劝你要小心，他可能有偷吃的状况，或者是有另外喜欢的人的一个状态。那你可能要稍微的多观察、多注意哦。这个很明显，就是他们现在应该才刚开始没多久。好，那 OK， 那我现在来看，他现在目前对于你是抱持着什么样子的一个想法跟态度的哦。这圣杯八就是月亮的补充牌。他现在目前面对你，他是有一点不展开行动，就是可能的话，他现在目前是跟你之间的状态是他是有意可能要拉开一点距离，
有意的冷落你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他决定要选择这个人，还好吗？我继续讲下去哦。那他心里面其实我觉得他其实我们这样来讲哈，如果你们是在暧昧中、单恋中的一个状态，那他原本身边有另外一个人，就是他有男朋友、女朋友，有老公、老婆，或甚至他有另外一个喜欢的对象的情况，那他面对你的时候，他其实是会有罪恶感的。也就是说，他如果跟你暧昧，他跟你有一些互动，他其实是有罪恶感的。然后他最近是有点想要把这个罪恶感给去除掉，因为我觉得他有点受不了那个罪恶感，所以他现在是有意的把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做一个停损。那我觉得中间应该有发生一些事情，就是如果你们两个是单恋或暧昧的一个情况，它中间应该有发生一些事件，他们两个这边应该有出现一个事件，有一个进展，所以他才会做这个决定。那在看这2张补充牌之前，另外的一个状态就是冷战中或是远距离的一个状态的话，我会觉得他现在心里面对你是有歉疚的，也就是说会变成是他背着你其实跟别的人很好，所以他心里面是歉疚的。可是我觉得他现在目前的心是比较倾向于这个人，会有这种感觉。那我觉得他们那边应该有一些进展，有一些变化，导致他决定就是跟这个人放手一搏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你会很明显的觉得他最近好像很冷淡，或是好像他都一直很忙，但其实不是，他是跟这个人很好。然后但他内心对你是有歉疚、有亏欠的感觉的。OK， 好，那这2张呢是我刚才看这个圣杯8，暧昧中、单恋中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我会觉得应该是可能你们两个之间暧昧的事情如果你们是暧昧中或是单恋中有一些互动的，我觉得应该是你们两个之间的那个互动的蛛丝马迹或是一些讯息什么的，可能被这个人发现，就是被他的男朋友、女朋友或者他的老公、老婆好像发现了一点什么，察觉到了一些什么，那导致呢他担心失去他原本的家庭，或失去他原本拥有的东西，所以他有一点就是止损了，这样子。OK， 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哦。等一下，我把这个牌这样放着好了。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这边这3张是你们两个之后会不会有什么样子的进展？我会觉得你们两个之后还是会有进展呢，可是变得是说你们两个还是处在于一个没有办法跟别人公布你们两个之间关系的一个状态。即便他现在跟这个人好像互动很好，相处的不错，可是他到最后还是会，我觉得他到最后还是会有一点不负责任的，有一点没有想清楚怎么样才是对你们两个或对他们两个好的一个状态，他还是会跟你有一些互动就是他还是会忍不住的想要接近你，忍不住的会有进展。
只是你们俩的关系还是不会那么的确切明确，这样子，就是不是恋人，可是会有进展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这会导致就是你或者是这个人，他其实会有一种嫉妒的那个不好的负面能量会产生，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对，然后这我要盖起来，因为有点不能不能拍到。所以我会觉得这个部分可能你自己要小心，就是这个人或者是你会有一种很强烈的那种不服输的，会有强烈的那种嫉妒或者是生气的感觉，那种负能量会产生，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因为他其实对你做的很多暧昧的事情其实是不负责的，是没有想前因后果，没有想到之后的后果的。所以我觉得会产生一些不好的东西，可是他还是会跟你有进展，这样子。那如果是在冷战之中，如果是远距离的一个状态的话，我会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可能还是会有一点那种沟通没有办法很顺畅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你们之后会发生一件事情，是让你们两个的冷战跟那个远距离的部分可能会在某一瞬间被打破。例如说，可能最近因为农历要过年了嘛，农历新年，那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你们那时候可以见个面，或者是说，因为他可能假设啦，如果在国外，那他要回国，就你们那个时候可以见面这样子。那如果是冷战的情况之下的话，有可能就是因为节日的关系，你们可能有一些破冰的事件出现也不一定。那但是无论如何，你们两个这边的进展会导致他这个人的内心的一个不平衡跟不开心，这个时候你要小心。OK， 但是无论如何，感觉你们会有进展，只是实际上其实根本的问题没有解除。OK 吗？好。那我们继续来讲解一下。话说，这真的跟那个这次的牌面真的跟第一组有点像哦。第一组也是这边是倒着的恋人，然后这边是就是女帝这样子。OK，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你们在近未来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发展呢？这个牌面其实会有点呼应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你们两个的感情进展的一个结论哦，就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会有你心目中想要的那个进展的方向，就是你们会有进度，你们两个还是会到最后他会忍不住，或是你这边会忍不住的去做一些行动，或者是会有一些进展。但是结论就是，我觉得你们还是没有办法有一些新的关系，或是进入下一个阶段，不会。然后就是我觉得你们这个我又要分两层来讲，如果是暧昧中或是单恋中的状况的话，我觉得他那边还是会顾虑很多，就是顾虑这个人，顾虑他的男朋友、女朋友或他老公、老婆，那或者是他另外喜欢的人，就他会顾虑。那变成说，其实他表面上不敢跟你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例如说表面上大家都在的时候，他也不敢跟你太亲密，或者是不敢就是让很多人知道你们两个的关系。但是实际上啊，你们在私底下就跟这个战车一样，你们是会有进展的，就是偷偷的在水面下是有进展的，但实际上他不敢公布，也不敢丢了这个人跟你确立关系，这样子。好，
那如果是冷战或者是远距离的一个状态的话，我会觉得你会跟他再见面，然后远距离会再见面，然后你会觉得就是见到他很开心，一切都很好，感觉好像过了那个就是比较冷淡的期间，或者是那个叫什么日文叫 maneri， 就是倦怠期，对对对，就是你会觉得你们过了倦怠期或过了那个问题，但其实没有。他会因为在意这个人，所以你就会觉得他怪怪的，然后好像没有那么热情，没有这么的开心的感觉。OK 吗？好，那如果冷战的情况，我觉得会是表面上感觉好像已经和好，表面上感觉好像已经过了破冰了，但是实际上，如果你没有再回到这个问题，你没有再回到你们吵架冷战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根本就完全没有解决。他也不会道歉，他也不会就是主动的低下头，然后你会觉得他还是比较自我的，认为他是对的，即便全部的人都说他是有问题，他是错的，他也不管不顾的那种感觉。就是讲到他要不要认错，或是他做的事情是对和错这件事情的话，他完全就是不管怎么样，他就是对。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你该怎么样子去面对他好了，面对这段感情，好吗？就我觉得你们表面上好像已经好了，但是其实并没有好，然后表面上好像都风平浪静，但私底下你们可能会有些互动，就是有类似像这种。就是表面跟里子的一个误差感，我觉得在你们这一组的人的感情关系里面会还蛮明显的。OK， 抱歉，我刚才去应个门，那我现在回来了。OK， 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继续看你该怎么样子做才能够让你们这段感情变好，或者是能够好好的面对这个人。那我觉得第一就是，我觉得你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你要先把自己整理好，把自己的状态给弄好 ，OK 吗？好，那如果你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梦想，请你努力的把重心放在那边，然后自我实现，这是最重要的。OK， 那再来就是要保持温柔体贴，然后保持一个良好的平稳的心情，良好的形象。那这张是圣杯随从，圣杯随从的话，我觉得你面对他，你还是尽量就是爱与和平，然后真诚的去面对他，这样子。只是我觉得这边出现了这个魔杖十，我觉得如果你要继续你们这段感情的话，我觉得你应该会承受相当大的一个压力，有可能是因为如果是暧昧中、单恋中，变成说你可能会变成是一个地下的存在，或者是一个不能公开的一个人这样子。那我觉得势必你必须要忍受很多，你必须要承受很多东西，甚至你可能要眼睁睁的看着他们两个好，可是你却一句话都不能说。再来，如果你们两个是在冷战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会觉得你就是基本上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然后你去实现你的自我，你想做什么自己去做。但是我觉得你可能面对他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压力蛮大的。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啦，就是尽量就是好好沟通，好好说话。那带着温暖，带着慈爱，带着良好的一个心态去面对他，这样子。那如果你们两个是远距离，
的情况的话，我觉得你就是把自己事情做好之外，我还是觉得你们两个之间的这个情况不会有改变，而且我觉得你还是会一直不断的，例如说找不到他，会怀疑他，会觉得很不安、不开心。我觉得这个部分你可能自己要有个心理准备。好 ，OK， 那我想要知道，我这边想要加嘛，我想要知道就是会不会有那么一天，你们两个能够修成正果？就是会不会有那么一天，他还是选择了你？先来看这个好了。然后我想要再看一张，就宇宙而言，到底推不推荐你继续花心思在这个人身上？这张我再出个补充牌哟。OK， 我先讲一下宇宙到底推不推荐你继续在这个人身上下功夫。我会觉得你们这段关系应该会再纠葛好一段时间。如果没有做任何的突破改变的话，我觉得你们应该会还要可能还要再烦个，搞不好还要再烦个1-2年哦。那宇宙是说，其实就现在你们两个，应该说你们3个人，其实现在的状态是有点不分上下。那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再努力看看的。OK， 那，宇宙它另外给了你一些建议，我们来看一下哦。就其实我觉得宇宙它会认为你还没有必要放弃。OK， 那具体而言该怎么做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钱币骑士。这张钱币骑士代表是说，我觉得你如果想要赢得这一场关系，这一个人，那我觉得你必须要有计划性的，而且是确切的去抢他，去把他抢过来。那我觉得表面上你必须要是感觉是没有城府，没有心机，但是其实我会认为你在每一个进对应退，然后回他的讯息，回他的每一句话，或者是每一次见面，我觉得你都要用心的去计划，去计算。
怎么样才能够让他能够更喜欢你，或者是你才能够撩得到他。也就是说，你其实要用一点心计，就是计谋。那你不能够就是你知道，就是傻傻的直接抱着真心去面对他了。我觉得你必须要有一定的计谋了。OK， 那所以宇宙也说你必须要动起来。然后我会觉得其实你在面对他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的关系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他其实是比较喜欢人家崇拜他，或者是说多给他一点褒奖，一些称赞，我觉得他可能会比较喜欢。这个皇帝代表就是你不要当那个皇帝，也就是说可能例如说你们如果在争执的时候会希望你退一步，就觉得对啊，你是对的，你说的是对的。那或者是说如果遇到一些事情，遇到一些状况，那你就称赞他说，哇，我真的觉得你什么都会，你真的是很了解一些知识。那我会觉得你同时把自己做好，然后表面上感觉没有什么心机，没有什么故意去争夺，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你在理智里你必须要有一定的计谋去面对他跟面对另外这个人。那我觉得你会赢，其实我觉得你还是有赢的机会，而且还蛮高的。那这个宝剑十，我觉得就是你等到你真的能够这么做的时候，其实一切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我觉得你是有机会把它给抢过来。我讲抢会不会有点太不是那么好？但是我觉得你是会赢得这场感情的，只是你要用点力，这样子。好，那当然相对之下你一定会比较辛苦，就是你必须要承载很多的压力，讲一些不喜欢的话，做一些不喜欢的事，都有可能。但我会觉得还是有赢面。 OK， 那记得自己不要就是想要当皇帝，记得就自己不要想要当皇帝，就不要想要赢，不要想要就是感觉就是压在他的头上这样子。那我觉得机会胜率还是很高的。 OK，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 key card。 等我一下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key card。 key card 是这个 house， the house， 房子这个 the house 呢，它原本卡片的意思是就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我觉得你可以运用你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用亲朋好友的力量去劝说他之类的。也就是说 house 它是代表是说你身边有一些贵人，有一些帮手，那你要去用他们。那这些人通常是你比较亲近的人。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第二层意思，我觉得是在讲这个人。我觉得这个人你要小心因为他出现这 house，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种感觉，就是这个人会不会其实是你蛮亲的一个人，就是会不会是例如说假设会不会是你的闺蜜，或者是你的好哥们，结果私底下偷偷的在对你的男朋友或对你的女朋友追求。这个你可能要稍微去观察一下。因为我觉得因为房子 house 它也有代表就是亲近的人身边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不知道，我直觉会联想到这个人他也许也有可能是你可能很相信他的，但是结果
他是背刺你的那个人哦。那你自己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这样子。那另外呢，如果你是在冷战，因为冷战的情况比较特殊嘛，那如果你是在冷战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那我会觉得可能就是连同家人一起去中和你们的这个就是冰冷的氛围，或者是多利用身边的亲朋好友去打圆场，我觉得也许会是一个蛮好的方法。OK， 那也就是说多利用身边的人去协助你们，但是也要特别小心另外的那个人会不会其实是你很亲密的，你很相信的人，但他其实背地里去抢你的男朋友或抢你的女朋友，去撩你的老公或撩你的老婆，这件事情可能要稍微注意哦，好吗？好，那今天我们第2个选项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OK， 我们来到最后一组，选择第3组苹果、裸藻、忍者软糖和渡鸟卡牌的朋友，停滞不前的恋情会有进展的可能性吗？我们一起来看看哦。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现在目前的一个状态。我们先出一张感情的状态。好，那接下来是整体的一个状态。包含他的可能生活或者是健康啦之类的，整体而言。那接下来是工作、学业方面的一个状态。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现在目前对你抱持着什么样子的感情呢？那这段感情有没有进展的可能性呢？
看一下哦。OK，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近期、近未来，这段感情的一个发展或演变方向。那最后，给你一个建议，如果要让这段感情更顺利，能够解开这目前停滞不前的状态，往好的方向去走，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我再抽个补充牌。这张我也再抽个补充牌，稍等。OK， 我们来解牌吧。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这3张牌，这3张是他现在目前的一个现状。OK， 那这一张钱币7呢，是他目前的一个整体的状态。那我会觉得他可能目前是他自己的生活可能刚到一个阶段，或者是有一个 project 或者一个工作、学业之类的，刚好到一个阶段。那他现在呢，接下来他会想要怎么样再把自己往上提升，或者是工作、学业要怎么样子再往上，在效率再提升，或者是再往上一层去努力。我觉得他现在在一个大反省、大大的调整自己的一个阶段。OK， 那他的工作跟学业的部分会有一个新的开始，然后我觉得是应该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已经在工作或者是学业这方面已经整理好他的状态。那生活的部分可能还没有完全跟着调整好。那新的学业或者是事业，可能要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开始启动了的一个感觉。是一个感觉是一个很新的能量，然后我觉得他自己内心应该是跃跃欲试的，是还蛮兴奋的一个感觉因为一个新的东西。那感情的部分，我觉得它是一个稳定、安定的一个状态。OK， 那
我会觉得他其实，虽然是稳定安定，但是他的一个表达方式可能是一个比较慢的，那可能比较没有那么能说会唱。其实我这样看起来，我觉得你们其实并没有很停滞不前啊。就我觉得他该做的还是有做，而且其实我觉得他还蛮稳定输出他的爱的耶。这一组我会觉得好像是你自己比较不安，那整体而言，我看他的一个状态是好的，而且我觉得他其实内心应该是对你是没有动摇的。OK， 所以我觉得你可能稍微再思考一下，到底你们现在是怎么一回事好了。如果你真的认真的觉得你们现在的关系是停滞不前的话 ，OK， 那我觉得他是蛮确切的，而且付诸行动的。虽然没有很多花言巧语，可能没有很多物质上面的一个给予，就是没有那么的花俏的一个爱情表现，但是我会觉得他做到的是踏实，而且有行动，然后有为你们的将来盘算的一个爱情表现哦。OK， 他的现状。那我看他内心对你抱持着一个怎么样子的想法的部分，我会认定就是感情的部分绝对就是在说你这样子。OK， 好，那好，那我们接下来看这3张。我会觉得他真的完全，他心里面对你是抱持着满满的爱，然后而且我觉得他对于你是真的很认真很纯粹的喜欢你，而且我觉得他面对你的一个状态是已经完全准备好的。如果你们现在如果是暧昧中，或者是你自己觉得你在单恋的情况之下的话，我可以跟你说，你绝对不是暧昧，也没有单恋。他是喜欢你的，而且我觉得他在不久的将来会想要把你拿下，就是一定会有所表达，会有所表示。那我会觉得他已经准备好了，那他很确切的就是他是要你陪在他身边的。如果你们两个现在目前是没有确立关系的，是暧昧单恋中的状态，那其实出现这张牌，我觉得他其实你应该可以感受得到他对你是不一样，而且他是有照顾你，他是有对你好的，而且是行动上面是有做到的。就例如说你很需要他陪你的时候，他是真的会放下手边的一些事情好好陪你的。或者是说你如果有任何的状况，他可能第一秒就可以观察到你的状态，然后想要协助你鼓励你，或者是马上就想说他能够怎么样子帮助你的一个感觉，去照顾你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会觉得你们两个其实不是暧昧，也不是单恋哦。就是你们两个是彼此喜欢的，只是也许你们两个都还没有把这一层关系给说破而已。他目前看起来，无论是潜意识现在的表面上的一个状态态度，或者是他的一个接下来的一个愿景，我觉得都是真的是无话可说的。非常的好，你可以安心啦。OK， 那如果你们是冷战中的状态的话，
我会觉得他其实真的，我会觉得比较多的成分是你可能太不安，或者是你可能会误会了些什么。那我觉得他的表达方式是比较温和，比较没有这么的显著，就像我刚才讲的，没有那么花俏的。所以有时候你可能要多去观察，去读他的恋爱语言。他的爱情语言是行动的，是比较不言语的那一种感觉。OK，你可能要稍微再细细的去观察一下他的表达方式哦。如果你们现在在冷战的话，我觉得他绝对是 care 你的，他是关心你的，他是有照顾你的。那如果是远距离的话，我会觉得他是很确定的，他心里面还是装着满满的你。然后，而且我觉得他是为了你在努力、在拼命的，就是为了你们两个的将来，为了你，他是真的很扎实、很努力的，想要完成。假设他是留学，他就想要完成他的学业。那或者是如果是在外地工作的话，他就是很希望可以把工作做好。那例如说，可能赚很大一笔钱，或者是有一定的提升到一定的职位，就只是为了你，还有跟你以后的将来。所以我会觉得你可能多放松一点，多放心一点。那接下来他为了下一个忙碌而准备，所以其实你可能会觉得好像有点不安，他可能也会比较没有心思去照顾你，或许会有一些忽略啦，但我觉得他的心是无可挑剔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你们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有进展的可能性吗？我跟你说，其实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中间会卡了一个感觉无法开始。我觉得你们两个应该是有彼此双向奔赴的，而且我觉得你们两个其实是有同样的一个愿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聊过类似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你们其实，也许在沟通语言上面可能会有一点没有接上线，但是其实仔细的再多详细的去倾听对方，聆听对方的愿景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你们两个看的梦想，看的那个愿景是同样的一个景象哦。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之间的进展会是越来越快速的，而且我觉得是往好的方面去跑。那只是我觉得你们现在可能彼此都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这一张魔杖2，它其实代表就是你们还不够具备一些条件，所以你们没有办法开始。就如果你们两个现在目前是暧昧或单恋，你觉得你单恋的一个情况之下，我觉得是他可能想要准备好一些东西，才过来迎接你，才跟你确立关系。那你这边可能也有在准备你自己的学业啦，或是你自己的一个可以迎接他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你们两个都还没有准备好，条件都还没有完全充足，所以你们现在目前看起来可能性还缺这么一点点，你们就可以在一起了。但是我可以跟你们讲，如果
你们两个都准备好了，你们两个的进展会是超级快速，就是光速的在一起的那种，就可能会吓到旁边所有的亲朋好友，就你们两个在一起了这样子，怎么会这么快速这样子？但是你看哦，这边这张牌啊，它上面有好多好多动物，有没有？其实我会觉得旁边的人们应该都认为你们两个应该是会在一起的，就在将来或是之后的某一天，你们是会在一起。就大家都在讲，就是那个谁谁谁跟那个谁谁谁可能之后会在一起吧。就是大家其实都内心是心照不宣的，对，所以我会觉得你们两个现在目前还有一些东西没有具备，但是等到具备了之后，你们两个就会很快速，而且是我觉得是大家还蛮羡慕的那种 couple。那如果是冷战中的话，冷战中我会觉得你真的要好好想一想，其实你们两个人在讲的事情，你们两个认为对的事情，其实是同一件事。我觉得你们两个可能，只是在对话上面，好像是不是有点没有好好的聆听对方，就是没有取得你们两个沟通上面的平衡。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虽然魔杖2没有这个意思，没有这么明确的讲就是沟通的事情，但是我会觉得它让我感觉到是魔杖2，它因为它有2个柱子，那我会觉得一个柱子歪掉了，然后另外一个柱子又往另外一边歪的感觉，就是你们两个并没有平行的好好的沟通，频率没有对上的感觉。但是你们两个人在讲的正确的事情，你们两个认为的事情，认为好的事情，其实那是一致的。OK， 这魔杖4是这个意思。那再来就是，再来这个魔杖8，我会觉得是说你们可能有时候太忙，我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冷战的关系之中的话，你们两个平常可能太忙，或是旁边太多杂讯、太多杂音，导致你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去细细的去体会、去看对方到底在讲什么。就是有点太吵杂，然后可能太繁忙，速度太快了，导致你们没有办法好好的破冰，然后又不断的在堆叠新的冷战的点这样子。那如果是远距离的话呢？我会觉得你们两个人目前就像刚才讲的，还没有构成你们两个现在可以陪在彼此身边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心中的那个愿景是相同的，所以不用太担心。那我觉得你们两个其实之后进展都是会很顺，而且我觉得你们可能，我觉得你们两个可能只要一见面，整个那个好的感觉就会回来了。然后感觉你们两个只要一见面，就是还会拉一些好朋友一起来玩，一起吃吃喝喝，感觉真的蛮开心、蛮热闹的一个感觉，这样子。OK， 所以我觉得其实不需要担心太多你们两个人的状态其实是好的哦，无论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停滞不前，所谓停滞不前的关系。OK，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段感情的近未来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
发展，或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你内心那个起伏很大就是如果他忙的时候，或是他可能没有办法这么依照你的恋爱语言去照顾你，去陪伴你，去给予你一些你要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陷入一种非常寂寞不安、空虚、寂寞冷的低潮。然后他一打电话给你，一联络你，或者是你们一有一些进展的时候，你又整个往上飙高，就是我复活了，我好开心的感觉这样子。然后要不要去他如果就是跟你约要不要去吃个饭，要不要去喝咖啡，你立马就会说好啊，我们走。可是一当没有联络，或者是你可能突然找不到他，或是他可能没有给你那么热烈的回应的时候，你就会整个陷入就是那我也不要对你好了，然后陷入那种低潮的傲娇这样子。OK， 我觉得你还蛮可爱的啦，还蛮可爱的，但我觉得你多相信他一点嘛，好不好 ？OK， 来，我们来看一下宇宙给你们2个人的建议哦。OK， 好，我会觉得其实你真的不要想这么多，就是你想的那个点有点怪怪的，就是第一，我觉得你不需要这么不安，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他的内心，他对你抱持着的感情是非常非常稳固，而且我觉得是很棒的，充满爱的，充满体贴跟行动力跟真心的一个状态。所以你不要担心说例如说可能你之前的一些痛苦的经验啦，或者是你曾经被人家背叛啦，或者是你对他有任何的不相信，或者是对他有任何的那种害怕，我觉得你其实都可以先放旁边，你不要太担心，然后被过去的那个幽灵给影响了。OK， 那他可能在忙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多静下心来，就是先不要就是那我就不要理你了，或者是那我都不要回你啊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有时候你其实多静下心来，六花会希望你如果真的很躁的时候，心里很躁动，然后很不安恐慌的时候，我觉得你要不要试着先就是静坐冥想，或者先去看个书，听个音乐，就是先让自己转移或放松。这张 Hermit 我觉得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要先沉淀自己，先把自己的心静下来，然后好好的去思考，去观察他现在是不是在忙，还是真的是不理你，或是他真的就是累到都睡着，没有办法回复你而已。OK， 所以不要那么轻易的就把你手中的圣杯就乱倒乱撒这样子，就是那我就不要你了，算了。你每次都就是忙到最后，好像感觉都忽略我。可是因为你要想，他忙，他努力的原因是因为你为了你们2个之后的未来，所以你不要这么的不安，你要多相信他一些，好吗？然后我会觉得这张魔杖6倒着，我觉得你其实有时候你们如果没有办法这么快的有结论，就是无论是暧昧中，无论是单恋中、冷战中或远距离，有时候面对他，你给他很多你的，例如说你可能表示很多的好感，那
你会觉得没有一个反馈，没有一个回馈的时候，我觉得你不要急，就是你不要那么急的想要看到成果，会有这种感觉。那如果是冷战中的话，我觉得你不要那么担心，就是是不是你又跟之前一样了？怎么讲？有时候我们吵架的时候都会这样，就是你之前也是这个样子，你又这个样子了。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你可能先把它放旁边，单就每一件事件，我们单独的来看，单独的来讨论会比较好一点。然后情绪上面不要暴走，就不要感情用事。那有时候你们冷战的时候，我觉得你多静下心来想一下，他是真的又在针对你这个人，还是其实只是在非常理性的在讨论这个事情而已，并不是又在就是想要例如说讥讽你啊，或者是又要嘴什么这样子。那如果是远距离的话啦，如果是远距离，我觉得也是就是要尽量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不要这么的不安，然后情绪起伏不要这么大，然后多相信对方，不要认为说他找不到人就一定是在偷吃，或者是又在例如说又跑出去玩或什么之类的，好不好？那我觉得你多沉淀自己，记得如果你觉得很不安，心很慌，然后躁动，这个时候建议你就是总之先深呼吸，然后让自己静下来，你可以静坐或冥想，都会比较好一点。 OK， 那我们来加码看一下，你们两个之间的，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牌面没有什么好看的，我觉得你们两个不是没有什么好看啦，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你们两个真的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真的。我觉得你多放心，多相信他，然后，就是情绪起伏不要这么大，然后多细细的去品味他的恋爱语言。我觉得你可能在慢慢的去抓他的心，他的表达方式。我觉得你会知道，他其实从来对你都是满满的爱跟满满的喜欢，只是他还没有准备好，或者是你们两个都还没有准备好要在一起。那我们来看这个好了，什么时候你们才能够确立关系，好不好？我们来加码这个，我们来看一下136，然后1年，1个月、3个月、6个月、1年。我们来看一下你们大概什么时候会有好的进展，或者是甚至可以确立关系。1个月，还不行。好，那在3个月呢？3个月还是不行。你想说还要等那么久？我觉得你自己大概心里有个谱吧。你看他现在都还在努力打拼的感觉耶，但是我会认为他已经有个目标，就是怎么样子真的能够好好的待在你身边，好好的保护你。我觉得他已经有方向，而且他正在努力，所以我觉得你就多等等他吧，你不要那么不安啦，别害怕。看一下1个月、3个月，那半年会不会有进展呢？看一下，还是不行。1年吗？1年，哦，
等等等等，别这样，别这样。好，一年的话，有没有可能可以有新的进展？补充牌一下。不行欸我觉得你们两个之间可能会花1年以上的时间哦，所以这是一个长期战。那冷战的话，我觉得你可能会今年之内，可能你会一直觉得就是这样子，就是好像你看起来是没有破冰，但是我可以跟你讲，对他而言，其实有时候根本对他而言不是冷战。OK 吗？我觉得这就是你们两个之间的一个奇妙的一个差距，就是沟通或彼此理解上面的一个差距，聆听上面的一个差距。所以，我只能跟你说，你大概到1年左右，就是你们两个彼此努力，然后大概再过个1年左右，我觉得是你内心会放松，就是好吧，他其实真的就是个性就是这样，他并没有在冷战我。我觉得你到最后你内心某一些东西会放弃掉，就是我觉得你会好吧，我知道了，你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的那种感觉，你会有一种半放弃，或者是就顺其自然吧的那种感觉。OK。好，那再出一张好了，看一下2年。OK， 好，老天爷的结果出来了。OK， 好，那就是2年，好吗？你们两个在一起的那个时机，我觉得就是大概是2年后，就是2年啦。从你现在看这个影片开始，现在开始倒数计时，我会觉得其实你们在这1年到可能在2年，你们到达终点之前，其实你可以不用不安，他心里面满满的都是你，而且他是在为了你努力。而且是确切的、有计划的在为你们两个之间努力，所以我会认为你不要太担心。那2年，我觉得你放松的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然后耐心的、放松的去面对它，那情绪起伏不要这么大，我觉得就会很好。那冷战中的话，我会认为他现在可能在忙碌，在辛苦，在可能有新的工作、新的事业，或者是新的学业的部分在打拼。那他大概状况比较稳定，然后一切都比较 set down 下来的时候，应该是在2年，就是他可能这边打拼会需要花2年的时间。那他这个部分过了之后，你们两个就会很好了，就不会一天到晚冷战。OK， 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 key card。这一次的 key card 是渡鸟。那渡鸟有几层意思哦？第一层就是我觉得你们现在是在过渡期，就是你们现在必须是前往你们两个的目标的阶段，因为渡鸟它有一个迁移的动作。那再来也有可能是我觉得他
他，因为我们现在这部分没有看到那么多的你，但他的部分，我觉得，例如说，他可能现在是在展开一个新的事业体，或者是在挑战新的学业，例如说游学、留学，或者是移动到一个新的地方，移民，或者是搬家到一个新的地方之类。总之，就是一个变动迁移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是最不稳定的。也就是你必须要等待他的状态是恢复稳定之后，你们两个的关系也相对的会有收获的那一天，但是会花一些时间。OK， 那这个渡鸟跟这个钱币女王，我觉得他们两个的氛围有点像，就是渡鸟也有就是抚养小孩的一个意思存在。那如果是一个比较就是特别的例子啦，就是如果你们是在暧昧中或单恋，那可能他现在的一个状态是没有办法全心全意去面对你的，这也有可能就是因为有孩子，或者是家里例如说爸爸妈妈是需要照顾，或是有兄弟姐妹是必须要他去协助照顾的。所以等到这个阶段过去之后，你们两个其实是会在一起的哦。只是2年对你来讲可能会有点长，但是我觉得是值得等待的。那这段期间，我觉得你也不需要说就是例如说不打扰对方啦，或者是那我就不要烦他，或是我就先去找别人，或者是就放弃了。六花会觉得，如果你放弃了，或者是你中途你把心给了别人，我会觉得其实真的还蛮可惜的，我会这样觉得。对，冷战的部分的话呢，突然想到，我觉得也有可能是你们可能在照顾小孩，或者是教育，或者是在一些柴米油盐上面比较多争执，这样子就会有这种感觉。OK， 就无论怎么样，六花会觉得你们2个人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不过真的就是要花时间，给彼此时间去调整好2个人可以在一起的那个状态，然后把2个人在一起的那个条件给凑足了，你们2个就会在一起了，在2年。OK， 好，那今天的选项都全部导读完毕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